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高考成绩出来那天，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数字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748分，距离满分只差2分。我颤抖着手指，一遍遍确认着这个数字，生怕是自己看错了。3年前，那个被全家人看不起的废物，竟然考出了全省状元的成绩。手机铃声响起，是班主任老师打来的。江南，你小子可以啊，全省状元，清华北大的招生老师都在抢你。老师的声音激动的颤抖。赶紧回学校，记者都来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关掉手机。此刻最想告诉这个消息的人，却不在身边。3年前，我被亲生父母抛弃，送到了农村的爷爷奶奶家。理由很简单，我成绩差，给家里丢脸，不如把资源都给成绩优秀的堂弟江东。反正江南这个废物也考不上大学，还不如早点让他学门手艺。这是我爸当时说的原话。我妈更绝，生了这么个没用的东西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江东多争气，年年拿奖学金，将来肯定能光宗耀祖。那一年，我15岁，拖着行李箱站在村口的那个傍晚，我发誓一定要让他们后悔。爷爷奶奶虽然没什么文化，但对我很好，他们省吃俭用，把最好的都给了我。爷爷经常说，楠楠，你要争气，不能让人瞧不起咱们农村人。我把所有的愤怒和不甘都化作了学习的动力。没有补习班，我就自己买资料；没有好老师，我就在网上找视频课程；没有学习氛围，我就一个人在田间地头背书。3年来，我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。当城里的同龄人在享受父母宠爱的时候，我在凌晨4点的田野里背英语单词；当他们在补习班里挥霍父母的血汗钱时，我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刷数学题到深夜。现在一切都值得了。我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，慢慢往县城的学校赶。路上，手机不停地响，都是各种媒体和学校的电话。江南同学，我是教育周刊的记者，想采访一下你的学习经验。江南，我是清华大学招生办的老师，我们希望能够……我一个个挂断。现在想起我了，3年前我被赶出家门的时候，这些人在哪里？到了学校，门口已经围满了人，记者扛着摄像机，各大名校的横幅拉了一排。江南来了，不知道谁喊了一声，瞬间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了我。江南同学，请问你是怎么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的？听说你3年前才转到我们县里的学校，之前在市里成绩并不好，是什么让你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？对于清华北大的橄榄枝，你会如何选择？我看着这些闪光灯，想起了3年前那个被父母嫌弃的自己。没什么秘诀，就是不想让人瞧不起。我淡淡地说。这时，人群中传来一阵骚动，一辆黑色奔驰缓缓停在学校门口，车门打开，走下来一个中年男人，正是我的父亲江志强。3年不见，他明显老了很多，头发白了一大半，脸上的皱纹也深了许多。在他身后，是我的母亲李美华，还有那个被他们视为掌上明珠的堂弟江东。江东低着头，看起来很狼狈。我听说他今年高考只考了420分，连本科线都没过。我爸快步走向我，脸上堆满了笑容，仿佛3年前赶我出门的人不是他一样。楠楠，我的好儿子，爸爸就知道你有出息。他张开双臂想要拥抱我，我后退一步，冷冷地看着他。请问你哪位？
现场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记者的镜头都对准了我们，空气中弥漫着尴尬的气息。我爸的脸色一下子僵住了，伸出的双臂悬在半空中，进退两难。楠楠，你这是说什么话？我是你爸啊！他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江先生，您可能认错人了，我没有爸爸，我爸爸3年前就死了。周围的记者们兴奋起来，纷纷按下快门。这可是比状元本身更劲爆的新闻。我妈李美华急忙上前：楠楠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我们是一家人啊！一家人。我冷笑一声：江女士，请问3年前你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，有想过我们是一家人吗？李美华的脸瞬间涨红。那时候我们也是为了你好，想让你吃点苦，磨练磨练，为了我好。我的声音越来越冷。那为什么江东就不需要吃苦磨练？还是说，在你们眼里，只有成绩好的孩子才配叫儿子？一旁的江东终于抬起头，眼中满含泪水。哥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你没错。我看着这个曾经被捧在手心里的堂弟，错的是某些势利眼的父母，只会锦上添花，不会雪中送炭。这时，一个记者举起话筒：江南同学，能详细说说3年前发生了什么吗？我看了看面前这对夫妻，缓缓开口：3年前，我成绩不好，某些人觉得我给家里丢脸，就把我赶到农村，说是让我自生自灭。而我这位堂弟成绩优秀，所以他们把所有的爱和资源都给了他。现在我考了状元，他们又来认亲了。我想问问在场的各位，这样的父母，你们会原谅吗？现场响起一片议论声。太过分了，这种父母简直禽兽不如。可怜的孩子，一个人在农村受了多少苦啊！势利眼，现在知道后悔了。我爸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他强挤出一个笑容：楠楠，以前是爸爸做错了，你原谅爸爸好不好？从今以后，爸爸一定好好补偿你。补偿？我嗤笑一声：江先生，我想你误会了什么。我不需要任何人的补偿，更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。我环视四周，声音清晰地传达到每一个角落。我江南，从今天起，与江志强、李美华断绝父子母子关系。我的人生不需要这样的父母。话音刚落，现场爆发出一阵掌声。我妈脸色惨白，身体摇摇欲坠。楠楠，你不能这样啊！我们好歹生了你，养了你15年，养了我15年。我打断她的话：江女士，请问这15年你们给了我什么？是关爱，是支持，还是无尽的打击和嫌弃？我记得很清楚，从小到大，你们的嘴里只有江东有多优秀，我有多不争气。考试考不好，是我智商低；考试考得还不错，是试卷太简单。你们把我生下来，就是为了衬托江东有多完美吗？江东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。哥，你别说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抢了本该属于你的爱。我看着他，眼中没有恨意，只有冷漠。你也没错，错的是那些把孩子当商品的父母。这时，清华大学的招生老师走了过来：江南同学，我们希望能单独和你谈谈。我点点头，正要离开，我爸突然拉住我的胳膊：楠楠，你不能走，你是我们江家的儿子，你考上清华，我们江家也有光。我甩开他的手：江家的光荣与我何干？我姓江，不代表我是江家人。再说，江东不是你们的骄傲吗？让他去为江家争光吧。哦，对了，他今年好像只考了420分。一句话
让江东哭得更加厉害。我爸气得浑身发抖。你这个逆子，我们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们的？辛辛苦苦。我转过身，眼中闪过一丝讽刺。那请问，我在农村这3年，你们有来看过我一次吗？有给过我1分钱吗？有关心过我吃得饱穿得暖吗？面对我的质问，姜志强和李美华都说不出话来。倒是我爷爷奶奶2个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人，把我当亲孙子一样疼爱。他们省吃俭用，就为了让我能安心读书。所以，谢谢你们3年前的抛弃，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亲情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跟着清华的老师离开了。身后传来我妈撕心裂肺的哭声：“楠楠，你不能这样对妈妈，妈妈错了，妈妈真的知道错了。”我没有回头。有些伤害一旦造成，就再也无法愈合；有些人一旦离开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清华大学的招生办公室里坐着3位老师，为首的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，戴着金丝眼镜，看起来很有学者风范。江南同学，我是清华大学招生办主任王教授。首先恭喜你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。我礼貌地点点头，谢谢王教授。我们对你的情况做了一些了解。说实话，很震撼，一个被家庭抛弃的孩子能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逆袭成为状元，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决心？王教授的眼中满含赞赏。清华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学生。不过，我有个疑问。另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开口：“你真的要和父母断绝关系吗？毕竟血浓于水。”我平静地看着她：“老师，如果您的父母在您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抛弃了您，在您功成名就后又回来认亲，您会怎么选择？”女老师一时语塞。王教授轻咳一声：“这是你的私人问题，我们不便过多干涉。不过，清华大学会为你提供最好的教育资源，包括全额奖学金和生活补助。另外，我们希望你能考虑钱学森力学班，这是我们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专门设立的。”我点点头，我会认真考虑的。这时，房门突然被推开，我爸姜志强气喘吁吁地冲了进来：“楠楠，你不能签清华，你要回家和我们商量。”身后跟着2个保安。对不起，王教授，他硬要闯进来。王教授皱起眉头：“这位先生，请您注意场合。”姜志强根本不理会，直接冲到我面前：“楠楠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没有我同意，你不能做任何决定。”我冷冷地看着他：“姜先生，请您搞清楚，我已经18岁了，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而且我们已经断绝了父子关系。断绝关系，法律上可没有断绝血缘关系这一说。”姜志强恶狠狠地说：“你这辈子都是我姜志强的儿子。”王教授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：“这位先生，请您立即离开，否则我们就报警了。”报警？我凭什么不能在这里？这是我儿子。姜志强理直气壮。我站起身来，走到他面前：“姜志强，你想要什么？”“我要你回家，我要你听我的话。”他红着眼睛说：“你考上清华是我们姜家的光荣，你不能一个人独享姜家的光荣。”我嗤笑一声：“那3年前你把我赶出姜家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姜家的脸面？那时候不一样。”姜志强急急忙忙解释：“那时候你成绩不好，我是为了激励你，激励我，把我赶到农村自生自灭叫激励。”我的声音越来越冷：“姜志强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现在看到我有用了，又想起我是你儿子了。”姜志强被说得哑口无言，
半晌才憋出一句：“反正你就是我儿子，这辈子都改变不了。”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。你说的对，血缘关系确实改变不了，但是有血缘关系不代表就是一家人。从今天起，我江南的任何成就都与江家无关，我的荣耀也不会分给江家一丝一毫。你，江志强气得直哆嗦。王教授终于忍不住了：“保安，把这个人赶出去。”2个保安上前拖拽江志强，他一边挣扎一边喊：“楠楠，你不能这样对爸爸，我们好歹是血亲啊，血亲！”我看着他被拖走的狼狈样子，那3年前你们有把我当血亲吗？房门关上，整个办公室安静下来。王教授尴尬地笑了笑：“不好意思，让你见笑了。没事，我已经习惯了。”我淡淡地说：“王教授，关于钱学森力学班，我很感兴趣。”太好了，王教授的眼睛亮了起来。我相信你在清华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。对了，关于你的家庭情况，学校会给予特殊照顾，你完全不用担心经济问题。我点点头，谢谢。不过我想请问，我能申请勤工俭学吗？我不想白拿学校的钱。王教授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欣慰的笑容。当然可以，不过以你的成绩，我们更希望你能专心学术研究，我会平衡好的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爷爷打来的。楠楠啊，爷爷在电视上看到你了，我的乖孙子出息了。爷爷的声音充满了骄傲和激动。听到爷爷的声音，我的眼眶瞬间湿润了。爷爷，我没给您丢脸，好孩子，爷爷知道你是最棒的。你爸妈那些人来找过你了吧？来了，你别理他们。当年他们把你扔给我们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们不是好东西。爷爷的声音有些愤怒。现在看你出息了，又想来沾光，做梦。我忍不住笑了。爷爷，您放心，我不会原谅他们的。好，我的孙子就应该有骨气。爷爷高兴地说：“你去清华好好读书，爷爷奶奶在家等你回来。”挂断电话，我的心情轻松了许多。不管走到哪里，我都知道有2个老人在默默支持着我，他们才是我真正的亲人。从清华招生办出来，外面的记者已经散得差不多了。我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，慢慢地往回走。路过市中心的时候，我看到一家电器城门口挂着巨大的横幅，热烈祝贺本市江南同学勇夺全省状元。横幅下面围着一群人在讨论，这个江南就是那个被父母抛弃的孩子吧？对呀，刚才新闻里播了，当着那么多记者的面直接断绝关系，太解气了。这种父母就是活该，孩子成绩不好就嫌弃，成绩好了又想沾光。我看那个江志强的脸都绿了，哈哈哈！听到这些议论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从小到大，我都渴望得到父母的认可和赞赏，但现在真的得到了，我却发现自己一点也不开心。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一个陌生号码。喂，请问是江南同学吗？我是都市晚报的记者，想约您做个独家专访。我直接挂断，接下来的一路上，电话就没停过。有记者，有各种教育机构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公司，都想蹭我的热度。终于到了村口，远远的就看到爷爷奶奶坐在大树下等我。看到我回来，奶奶激动地站起身：“楠楠回来了。”爷爷也笑得合不拢嘴。我就知道我孙子有出息，748分啊，比那个江东强多了。我停下自行车，走到2位老人面前：“爷爷奶奶，我没给你们丢脸，好孩子。”奶奶拉着我的手，眼中满含泪水：“这3年你受苦了。”“不苦，
我握紧奶奶的手，有您和爷爷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爷爷拍拍我的肩膀，走，回家，奶奶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回到家里，桌上摆满了菜，都是我爱吃的。奶奶一个劲地给我夹菜，多吃点，瘦了很多。奶奶，你也吃。我吃了，我吃了。奶奶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。爷爷坐在一旁，美滋滋地抽着旱烟。楠楠啊，你爸妈有没有为难你？我摇摇头，没有，我已经和他们说清楚了，说清楚就好。爷爷点点头，这种人不值得你浪费感情。正吃着饭，院子里传来汽车发动机的声音。爷爷皱起眉头，谁来了？我走到窗边一看，又是那辆黑色奔驰。姜志强和李美华从车上下来，还带着江东以及一个我不认识的中年女人。江南，你给我出来！姜志强站在院子里大喊。爷爷气得拍桌子，这些不要脸的东西还来干什么？我安抚爷爷，您别生气，我去看看。走出房门，我冷冷地看着这几个人，你们还有什么事？李美华红着眼眶上前，楠楠，妈妈知道错了，你原谅妈妈吧。我说过，我没有妈妈。这时，那个中年女人开口了，江南是吧？我是你大姑江月华，也是东东的妈妈，原来是我爸的姐姐。今天我是来劝你的。江月华一副长辈的口吻，不管怎么说，你爸妈生了你养了你，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看着他，过分？那3年前他们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，您在哪里？那时候不是为了磨练你吗？江月华有些心虚，磨练我？我嗤笑一声，那为什么江东不需要磨练？江东低着头不敢说话。江月华被问得哑口无言，半晌才说，反正你们是一家人，哪有过不去的坎？一家人？我指着姜志强和李美华，请问一家人会因为孩子成绩不好就把他赶出家门吗？一家人会3年不闻不问，任由孩子自生自灭吗？一家人会在孩子最需要支持的时候选择抛弃吗？面对我的连环质问，几个人都说不出话来。姜志强憋了半天，终于爆发了，我不管，你就是我儿子，你考上清华就是我们姜家的荣耀，姜家的荣耀。我冷笑，那江东呢？他今年考了420分，这也是姜家的荣耀吗？江东的脸瞬间涨红，眼泪又流了下来。江月华急忙护犊子，东东只是发挥失常，他平时成绩很好的，发挥失常。我翻出手机，我记得他平时的成绩也就500分左右吧，这次420分，似乎也没差多少。江月华被说的脸色通红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弟弟？弟弟？我看着江东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弟弟。江东终于忍不住了，哭着说，哥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占了你的位置，你没错。我看着他，语气平静，错的是那些把孩子当投资品的父母，成绩好就是宝贝，成绩差就是垃圾。这话一出，姜志强和李美华的脸色都变得难看起来。江南，你说话给我注意点。姜志强终于忍不住了，我是你爸，你就是这么跟爸爸说话的？我看着他愤怒的脸，内心毫无波澜。姜先生，我觉得您可能有什么误解，生物学上的父亲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父亲，真正的父亲会在孩子迷茫的时候给予指导，会在孩子失败的时候给予安慰，会在孩子需要的时候给予支持。而您呢？您给了我什么？姜志强被问得哑口无言，半晌才憋出一句，我给了你生命。生命？我笑了，那我还得感谢您不杀之恩了。你这个逆子！
姜志强气得浑身发抖。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到15岁，养到15岁。我的声音越来越冷。您确定是养而不是嫌弃了15年？从我有记忆开始，您的嘴里就没有过一句鼓励的话。考试考不好，您说我智商低；考试考得不错，您说试卷太简单。同样是您的儿子，江东考90分，您就高兴的要放鞭炮；我考95分，您都觉得理所当然。您把我生下来，就是为了衬托江东有多优秀吗？面对我的质问，姜志强完全说不出话来。李美华见状，急忙上前打圆场：“楠楠，以前是妈妈不对，妈妈向你道歉。从今以后，妈妈一定好好对你。”我看着他，眼中没有任何温度。李女士，道歉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干什么？有些伤害一旦造成，就再也无法愈合；有些信任一旦破碎，就再也无法重建。你，李美华被说的眼泪直流。江月华看不下去了，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“江南，你怎么能这么绝情？这可是你的亲生父母。”亲生父母？我冷冷地看着他。那请问，亲生父母会把孩子赶出家门吗？那是为了磨练你。江月华强词夺理。磨练？我指着江东。那为什么他不需要磨练？难道他的命比我的金贵？江东哭得更厉害了。哥，你别说了，都是我的错。你没错。我打断他，错的是某些势利眼的大人，只会锦上添花，不会雪中送炭。这时，爷爷从房子里走了出来，手里拿着一根粗木棍。你们这些不要脸的东西，还有脸来这里？爷爷气得须发皆张。当年你们把楠楠扔给我们的时候，可说得清清楚楚，说这个孩子没出息，让我们自己看着办。现在楠楠出息了，你们又来了。姜志强看到爷爷，脸色有些不自然。爸，我们是来接楠楠回家的。回家？爷爷冷笑一声。什么时候我们这里成了你们家了？当年你们把楠楠扔给我们的时候，可没说这是你们家啊。爸，您别这样说。姜志强的声音有些发虚。我怎么说？爷爷举起木棍。我告诉你，姜志强，3年前你们把楠楠扔在我家门口的时候，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了。现在你们想来认亲，做梦！姜月华见状，急忙上前：“爸，您消消气，我们是来商量的。”商量？爷爷冷哼一声：“有什么好商量的？楠楠现在是我们家的孩子，跟你们姜家没有半毛钱关系。”这时，奶奶也从房子里走了出来，看到这些人，脸色立刻阴沉下来。你们还有脸来？奶奶指着姜志强和李美华，当年把楠楠扔给我们的时候，你们可是说得清清楚楚，说这孩子没出息，让我们自生自灭。现在楠楠出息了，又想来沾光。李美华见到奶奶，眼泪又流了下来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您原谅我吧。原谅？奶奶冷笑。李美华，你也配叫我妈？我的妈早在你们把楠楠赶出家门那天就死了。妈，别叫我妈！奶奶愤怒地说：“我只有一个孙子，就是楠楠。你们这些白眼狼，我看见就恶心。”姜志强被说的脸色铁青。爸妈，你们这样说话太过分了。楠楠再怎么说也是我们的儿子。儿子？爷爷气得直哆嗦。你还知道他是你儿子？那3年前你把他赶出来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？姜志强被问得哑口无言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心中五味杂陈。爷爷奶奶为了我，甚至不惜和亲生儿子翻脸。爷爷奶奶，你们别生气了。我走上前，轻声安慰：“气坏了身体不值得。”爷爷看着我，眼中满含疼爱：“楠楠，你是个好孩子。”爷爷就是看不惯这些势利眼。
我点点头，然后转向姜志强几人：“你们想要什么？”姜志强见我主动开口，以为有了希望，急忙说道：“楠楠，你跟我们回家吧，爸爸保证以后一定好好对你。”回家？我冷笑一声：“姜先生，我觉得您误解了什么，这里就是我的家。”这里。姜志强看了看简陋的农村小院，脸上闪过一丝嫌弃：“楠楠，你是状元，是要上清华的人，怎么能住在这种地方？”这句话一出，全场都安静了。爷爷奶奶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，我的眼中闪过一丝寒光：“姜先生，您的意思是这里配不上我？”姜志强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急忙解释：“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“不，您就是这个意思。”我打断他：“在您眼里，农村就是低人一等的，对吗？那我问您，这3年来，是谁在这个配不上我的地方照顾我？是谁省吃俭用供我读书？是谁在我生病的时候彻夜不眠地照顾我？是我的爷爷奶奶，是这2个您瞧不起的农村老人。”姜志强被说的脸色涨红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您就是这个意思。”我的声音越来越冷：“从始至终，您都是个势利眼，以前看不起我，现在看不起我的家。楠楠，你误解了。”李美华急忙上前解释：“误解？”我看着他：“那3年前您把我送走的时候说的那些话是误解吗？您说我是个没用的东西，说生了我是倒了8辈子霉，这也是误解吗？”李美华被说得哑口无言，只能哭泣。江东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：“哥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害了你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但是请你原谅叔叔阿姨吧。”看着跪在地上的江东，我心中没有任何波澜。“你没错。”我淡淡地说，“错的是那些把孩子当商品的父母。”江月华见江东跪下，也急忙跪了下来：“楠楠，求求你原谅你爸妈吧，他们真的知道错了。”接着姜志强和李美华也跪了下来：“楠楠，爸爸错了，爸爸真的知道错了。”姜志强哭着说：“你原谅爸爸吧，儿子，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不该把你送走。”李美华哭得撕心裂肺，看着眼前跪成一片的人，我的心里没有任何快感，只有深深的悲哀。“起来吧。”我说道，“跪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”几个人慢慢站起身来，眼中都带着希冀的光芒。我深深地看了他们一眼。我最后说一遍：我江南与姜志强、李美华断绝父子母子关系，从今以后我们再无瓜葛。“不！”姜志强大喊，“我不同意！你永远都是我的儿子，您的同意不重要。”我平静地说，“重要的是，我已经有了真正的家人。”我走到爷爷奶奶身边，挽住他们的胳膊，这就是我的家人，2个真正爱我的老人。楠楠，李美华还想说什么，被我举手制止：“请你们离开吧。”我说道，“不要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了。”姜志强不甘心地说：“楠楠，血浓于水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。”我冷笑，真正的一家人会在彼此最困难的时候相互扶持，而不是在有利可图的时候才想起对方。“你们走吧，我不想再看到你们。”几个人在院子里站了很久，最终还是无奈地离开了。看着那辆黑色奔驰渐渐消失在村口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：“楠楠，你做得对。”爷爷拍拍我的肩膀：“这种人不值得你浪费感情。”奶奶拉着我的手，眼中满含心疼：“孩子，你受委屈了没有？”我摇摇头：“有您和爷爷在，我什么委屈都没受。”当天晚上，我们一家3口坐在院子里乘凉，爷爷抽着旱烟，望着满天繁星：“
楠楠，你真的决定了？决定了，我点点头。有些人一旦错过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好，爷爷欣慰地笑了。我的孙子就应该有骨气。奶奶在一旁织着毛衣。楠楠，你去了清华，要经常给家里打电话。我会的。我握住奶奶的手，等我毕业了，就把您和爷爷接到北京去享福。我们哪也不去。爷爷摇摇头，就在这村里挺好。不过你要是想家了，随时回来，这里永远是你的家。听到这话，我的眼眶湿润了。是啊，这里才是我真正的家。1个月后，我收拾行李，准备去清华报道。临走的前一天晚上，村里的乡亲们都来为我送行。楠楠，你是我们村的骄傲，到了北京要好好学习，将来为国家做贡献。有空就回来看看，我们都想你。看着这些朴实的乡亲们，我心中满怀感激。第2天早上，爷爷奶奶亲自送我到车站。楠楠，到了学校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奶奶一边叮嘱，一边偷偷抹眼泪。奶奶放心，我会的。爷爷拍拍我的肩膀，去吧，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汽车启动了，我透过车窗看着渐渐变小的2个身影，心中满怀不舍。但我知道，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我要用自己的努力，证明当初那些看不起我的人是多么的错误。我要用自己的成就回报那些真正爱我的人。4年后，我从清华大学毕业，获得了全额奖学金，继续攻读研究生。在我的坚持下，爷爷奶奶搬到了北京，住进了我租的小公寓。虽然房子不大，但一家3口其乐融融。有时候，我会想起姜志强和李美华，想起那个曾经被他们寄予厚望的江东。据说，江东复读了2年，最终考上了一所普通的2本院校。而姜志强的生意也因为金融危机受到了很大冲击，但这些都与我无关了。我有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家人，自己的未来。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已经成为了过去，而那些真正爱我的人永远都会在我身边。这就是我的故事，一个关于背叛与忠诚、放弃与坚持、仇恨与爱的故事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血缘关系并不能决定一切，真正的亲情不在于血脉相连，而在于心灵相通。我很庆幸，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候，遇到了爷爷奶奶这样的亲人，他们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爱，什么是真正的家，而我也会用一生的时间去回报他们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